重生回末日前1小时，室友第一时间抢走了那颗能喷吐寒气的冰魄蛇蛋。上一世，极热地狱降临，他因缺水被活活晒成了干尸，死前眼红地盯着这颗能救命的冰蛋。这一世，他把那颗表面焦黑的煤炭球踢给我，你就抱着这破球，等着变成烤猪吧。我捡起那颗滚烫的黑球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。那是尚未涅槃的上古神兽南冥离火朱雀，他只记得极热难熬，却不知道那只是3天假象。而真正的末日是紧随其后能冻结灵魂的永夜冰封。当极寒风暴席卷整个大陆时，他体内那点引以为傲的水系灵力只会加速他的死亡。而我正浴火重生，驾驭着朱雀神鸟，在漫天大雪中俯瞰众生。我猛地睁眼，手机显示时间，末日前1小时，视线聚焦，宿舍里熟悉的场景让我瞳孔一缩。室友林娇正死死抱着那颗散发寒气的蓝色蛇蛋，眼神狂热。这颗归我了，江宁，你别跟我抢。上一世，因为这颗蛋卖相极佳，像蓝宝石一样晶莹剔透，我一眼便相中了它。在那场随后而来的极热地狱里，全球气温飙升至60度，林娇因为选错了蛋，每天在高温中哀嚎打滚，最终在绝望中脱水而亡。而我虽然外界如炼狱，却靠着这颗蛋孵化出的冰蛇，把避难所变成了空调房，安稳地活了下来。看来这一世，他是想抢走我的移动空调，好让自己活下去。但我看着他怀里那颗蛋，嘴角却勾起一抹冷笑。谁稀罕你的破蛋？我压下心头翻涌的杀意，语气平淡。林娇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一脸的得意表情。他一脚踢开角落里那颗黑乎乎布满灰尘的圆球，那东西滚到我脚边，看起来就像一大块烧焦的蜂窝煤。江宁，这福气给你，我要这颗冰魄神蛋。这么热的天，还要抱着个发烫的黑球，你就等着变成烤猪吧。我低头，借着刘海的遮挡，掩盖住嘴角上扬的弧度，颤抖着手捡起煤球，掌心瞬间传来一阵滚烫的灼烧感，痛，但痛得让人心安。那是朱雀，万火之祖，南冥离火的宿主。我假装愤怒，抬头瞪着他，眼眶发红。林娇，明明是我们一起发现的，凭什么你先挑？凭我比你聪明，凭我手快。林娇抱着蓝蛋在脸上蹭了蹭，一脸陶醉。还有10分钟，官方预警的超高温就要来了，你就等死吧。我不再争辩，甚至还要装出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，抱着煤球缩回床上，用最厚的棉被把自己裹紧。神经病吧你，这么热还盖被子。林娇像看智障一样看着我，我不理她，不是怕冷，我是怕笑出声被他听见。被子底下那颗看起来像死物的黑蛋正在微微跳动，咚咚咚，那是心跳声。他在渴望，他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高温，他饿了。手机上的倒计时归零，窗外的阳光突然变得刺眼无比。10分钟后，原本蔚蓝的天空慢慢的染成血红，并没有什么巨大的爆炸声，只有气温计上的数字疯狂跳动。26度、30度、38度、45度，空气扭曲了。楼下树上的知了只来得及发出半声惨叫，就直接暴毙坠落。宿舍里的塑料水杯开始变软，啊，好舒服。林娇发出一声甜腻的呻吟，她怀里的蓝蛋散发出一圈柔和的蓝光，将她笼罩在内，所有的热浪都被隔绝。她挑衅地看向我，热死了吧江宁，求我啊，求我就让你摸一下我的蛋，给你降降温。我裹在被子里，浑身已经被汗水湿透，热，真的很热。但我怀里的黑蛋越来越烫，甚至开始吸附我皮肤上的汗水。它在传递一种情绪给我，忍耐，我不求你。我咬着牙，声音沙哑。林娇嗤笑一声，死鸭子嘴硬，我看你能撑多久。他拿出手机开始自拍，配文：末日来了也不怕，宝宝运气真好，捡到了神蛋。朋友圈瞬间涌入无数求救和羡慕的评论。他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，甚至故意把空调遥控器砸烂。哎呀，坏了，反正我也不需要。我透过被子的缝隙冷冷地看着他，笑吧，尽情的笑。这一世的极热只有3天，3天后真正的地狱极寒永夜将会降临，到时候你怀里那条冰蛇会成为你最恐怖的噩梦，而我怀里的这只……我摸了摸黑蛋粗糙的表面，咔嚓，蛋壳上裂开了一道极其细微的缝隙，一丝金红色的光芒。稍纵即逝，极热第2天，气温飙升到了60度，整个城市如同是个巨大的蒸笼，柏油马路化成了黑色的河流，粘住了所有试图逃跑的车辆。宿舍停水停电，那些还没来得及撤离的学生都在宿舍里发出绝望的哀嚎，只有我们这间宿舍诡异地安静。林娇那边凉爽如秋，她的水系灵力觉醒了，那颗蓝蛋终于孵化，一条通体晶莹只有筷子粗细的小冰蛇正缠绕在她白皙的手腕上，吐着信子。她每吐一次信子，周围空气就会凝结出一层薄薄的白霜。林娇得意坏了，她甚至故意把喝剩的冰水倒在地上，滋啦，水接触地面，瞬间蒸发成白气。哎呀，水太多了，喝不完真烦恼。他晃着手里的矿泉水瓶，眼神蔑视地瞥向我。江宁，你要是渴了，可以舔地上的水蒸气啊。我缩在床上，床单已经被汗水浸透，脱水症状开始出现，头晕、
恶心，嘴唇干裂出血，但我死死抱着怀里的煤球，一步都没动，因为它越来越烫了，烫得我胸口的皮肤都起了一层水泡，但我能感觉到它就要出来了。还在抱那块炭，林娇走过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手里的小冰蛇冲我发出嘶嘶的威胁声，扔了吧，看着都晦气，你要是肯跪下来给我磕3个头，我就赏你一口水喝。我没理他，目光死死盯着怀里，黑蛋表面的裂纹越来越多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疯狂撞击。咚，最后一声闷响，蛋壳彻底碎了，一股焦糊味弥漫开来。林娇捂着鼻子后退2步，什么味道？臭死了！碎裂的蛋壳里滚出来一个小东西，不是想象中威风凛凛的神鸟，而是一只光秃秃、黑漆漆，甚至有点丑陋的小东西。它身上没有一根毛，皮肤皱巴巴的，如同一只被烤焦了的病鸡。它站都站不稳，晃晃悠悠地摔了一跤，叽了一声，声音细若蚊蝇。林娇愣了1秒，随即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狂笑，哈哈哈哈！这就是你的神兽，一只秃毛鸡？江宁，你这就叫命！你想笑死我，继承我的冰水吗？他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指着那只小黑鸡，你看它丑得像个怪物，估计连当储备粮都没肉，确实很丑。如果不是我有前世的记忆，我也许真的会把它扔了。小黑鸡似乎听懂了嘲笑，它愤怒地扑腾了一下光秃秃的翅膀，结果失去平衡，一头栽倒在我的木头枕席上。我宠溺地笑了笑，看来它饿了。它张开没长齐的嘴，对着坚硬的木头狠狠啄了一口，咔嚓，木头被啄下一块，它像吃饼干一样把木屑吞了下去，然后打了个饱嗝，噗，一粒只有米粒大小的火星从他嘴里喷了出来，火星落在地上，没有熄灭，反而直接把地砖烧穿了一个小洞，冒出缕缕青烟。林娇的笑声戛然而止，他皱眉，这小黑鸡吃木头，还有那火星怎么回事？我没说话，伸手去摸小黑鸡的脑袋，他轻易地蹭了蹭我的掌心，那一瞬间，一股暖流顺着掌心流遍全身，高温带来的眩晕感竟然消失了，体内的血液仿佛都在沸腾，力量在复苏。它不是普通的鸡，它在蓄力，它在等这个世界变成真正的地狱，它才会展现真正的姿态。我抬头，眼神冷漠地看着林娇，林娇，笑吧，趁现在还能笑，它会比你的蛇有用10000倍。林娇被我的眼神吓了一跳，随即恼羞成怒，做梦吧你，就这破鸡，也就是个喷火星子的打火机，等我把小兰养大，第一件事就是让它吞了你这只丑鸡。他转身回到自己的凉爽区域，继续喂冰蛇喝水。我抱起小黑鸡，把它放在肩头，朱雀，我轻声唤它，鸡。他挺起胸膛，虽然没毛，但那双绿豆大小的眼睛里竟然透着一股睥睨天下的傲气。我从床底翻出早就藏好的一包压缩饼干，掰碎了喂它。还有一天，最后一天极热，真正的考验就要来了。极热第3天深夜，宿舍里的温度计还在62度的高位徘徊，林娇已经热得有些烦躁了，即便有冰蛇，周围的环境热辐射也让她难以入睡，烦死了，这鬼天气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她踹了一脚床板，把冰蛇更加用力地贴在脸上，冰蛇似乎有些不舒服，扭动了一下身躯，突然毫无征兆地砰一声巨响，宿舍的玻璃窗炸裂了，不是被热浪冲破，而是因为内外温差过大，瞬间崩碎。紧接着，一股恐怖的寒风灌了进来，呼啸声如鬼哭狼嚎。原本令人窒息的热浪，在几秒钟内被抽干，取而代之的是刺骨的冰寒。气温计上的水银疯狂下跌，60度、30度、0度、零下10度，而且还在降。林娇发出一声尖叫，她身上只穿着吊带背心，这突如其来的冷空气直接把她冻懵了。怎么回事？好冷，怎么会突然变冷？她哆哆嗦嗦地去抓被子，可是被子早就被她嫌热扔到了地上，沾满了融化的水渍，此刻已经冻成了硬邦邦的冰块。更可怕的是那条冰蛇，环境的突变让她变得极其兴奋，周围的寒气是她的补品，她的身体开始发光，温度比周围环境还要低，她本能地缠紧了唯一的热源林娇。松开，小兰松开！林娇惨叫着去扯手腕上的蛇，太冷了，那是能把皮肉冻坏的低温。林娇的手腕瞬间发紫，眉毛和头发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。冰蛇不懂主人的痛苦，它以为主人喜欢，缠得更紧，甚至把头凑到林娇脖子上蹭。滚开呀！你要冻死我了！林娇连滚带爬地缩到墙角，牙齿打颤的声音在夜里格外清晰。而我这边，一直缩在我怀里睡觉的秃毛鸡猛地睁开了眼，它感应到了最能刺激它生长的环境。鸡！它愤怒地叫了一声，声音竟然带着几分穿透力。紧接着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它身上那层皱巴巴的黑皮开始脱落，那是破茧成蝶，一层淡淡的红色绒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了出来，虽然稀疏，但每根都散发着微弱红光。它张开翅膀，从我怀里跳到了我肩膀上，嗡！一股无形的屏障以我为圆心张开，2米之内，温暖如春。寒风吹进这个范围，瞬间变成了和煦的暖风。我慢条斯理地从被窝里坐起来，身上干爽舒适，没有一丝寒意。
我拿起床头的一包薯片，撕开，咔嚓，清脆的咀嚼声在宿舍里显得极其刺耳。角落里正把自己裹成一团瑟瑟发抖的林娇猛地抬起头，她看到了我，也看到了我肩头那只散发红光神灵一样的小鸡，她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嘴唇冻得发紫，声音哆哆嗦嗦：江宁，你这怎么可能？我看都没看她一眼，继续吃薯片，咔嚓咔嚓。林娇眼里的震惊逐渐变成了贪婪，哪怕脑子冻僵了，她也反应过来了，那只丑鸡是火系的，是能在这种极寒地狱里救命的神物。给我！她挣扎着爬起来，向我扑过来，把那只鸡给我，那是我的蛋，是你偷了我的蛋。那一瞬间，人性的丑恶在生死的威胁下暴露无遗。他那只引以为傲的冰蛇此刻正挂在他脖子上，他不管不顾地冲进我的暖圈，但我没有动。朱雀歪了歪头，那双绿豆眼里闪过一丝人性化的鄙视。呸，没眼光的坏女人！他张口，一口赤红的火痰淬在林娇脚边，滋坚硬的瓷砖瞬间化为岩浆，热浪扑面，林娇吓得瘫软在地，鞋底焦黑。生死关头，他哆嗦着往后缩，脱口而出：淼哥，我错了，是我瞎，您最美。高温逼退了林娇，她吓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脚边的鞋底已经被烤焦了。想抢，我咽下嘴里的薯片，拍了拍手上的残渣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林娇，你的冰魄神蛇不是很厉害吗？让他给你暖暖身子啊。极寒第二天，气温降到了-40度，窗外的世界已经彻底变成了白色的死地，整栋宿舍楼都被厚厚的冰层封死，只有我这间宿舍的窗户隐隐透出诡异的红光，那是朱雀的光芒。在极寒的刺激下，它的红绒毛越长越密，体型也大了一圈。我的物资很充足，上一世吃够了苦，这一世我甚至还能煮个自热火锅。就在我刚把粉条下进锅里的时候，砰砰砰，宿舍门被疯狂砸响，那是消防斧砍在门板上的声音。江宁，开门！是个粗狂的男生，我知道是谁，住在对门的体育生王刚，还有那个平时满嘴仁义道德，关键时刻只会让学生顶锅的辅导员，他们还没死。这栋楼里还没死的人都像聚集到了我的门口，因为只有我这里有热源。江宁，我们知道你有取暖设备。辅导员的声音在发抖，带着一种歇斯底里的命令口吻，大家都要冻死了，你是班长，你要顾全大局，这种时候藏着掖着，你就是杀人犯，快开门，把东西交出来，大家共用。门板被砍得摇摇欲坠，角落里的林娇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他已经被冻得神志不清了，那条冰蛇似乎冬眠了，僵硬地挂在他身上。听到有人来，他爆发出了最后的力量，手脚并用地爬过去，一把拉开了门栓。救我，王哥救我！江宁有妖法，他那只鸡能喷火，快抢过来！门开了，一股寒流冲了进来。王刚裹着2床破棉被，手里提着带血的消防斧，辅导员眼镜片上全是霜，身后还跟着4、5个面色青紫的幸存者，他们的眼神，那不是看人的眼神，而是看食物，看火种，看唯一的救命稻草的眼神，贪婪、凶狠，毫无底线。所有的目光都瞬间锁定了我肩头的朱雀，红光，温暖，这在-40度的地狱里就是神迹，果然有东西。王刚咽了口唾沫，眼里的凶光毕露。同学，借你的鸡用2天，用完还你。说着借，手里的斧头却已经举了起来。辅导员扶了扶眼镜，道貌岸然。江宁，这只鸡充公了，我是老师，我来分配热源，这是为了集体利益。林娇缩在王刚身后，瑟瑟发抖，却指着我，别信他，他想独吞，杀了他，把鸡抢过来，我们就都能活。我坐在椅子上，手里还端着自热火锅，热气腾腾，香气四溢，这对饥寒交迫的众人来说，简直是双重暴击。想要，我摸了摸朱雀的小脑袋，它正在梳理羽毛，很不耐烦被打扰。我抬头，冲着王刚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。好啊，给你们！我把朱雀往空中轻轻一抛，接住了。王刚大喜过望，斧头都扔了，张开双臂就要去接那只红鸟。算你识相！话音未落，半空中的朱雀猛地吸了一口气，原本小巧的肚子瞬间鼓成了一个圆滚滚的球。他那双绿豆般的小眼睛里闪过一轻蔑，尖细的嗓音在走廊里炸响，不知死活的蝼蚁，给爷退！伴随着这一声暴喝，不再是昨晚那一口小小的火痰，而是一道呈扇形喷射的如有实质的烈焰气浪。金红色的火焰充斥了门口的狭小空间，但似乎被刻意控制了温度，没有瞬间夺人性命。轰！冲在最前面的王刚保持着张开双臂拥抱的姿势，直接被这股巨大的热浪狠狠掀飞。他身上的棉被瞬间焦黑碳化，整个人被摔出3米远，皮肤被烫得皮开肉绽，发出嚎叫，烫死我了！辅导员的眼镜直接炸裂，碎片划破了眼角，眉毛头发瞬间烧了个精光，整张脸被烤得通红起泡，像是刚从蒸笼里拿出来一样。他惨叫着踉跄后退，撞倒了身后的人，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。我的眼睛，我的脸，快灭火！水！后面的人彻底吓疯了，拼命向后挤去。
半空中的朱雀优雅地喷出一缕余烟，扑棱着翅膀悬停在半空，歪着脑袋看着满地打滚的众人，傲慢地哼道：“这只是个教训，下次再敢造次，就把你们统统烤成肉干。这哪里是温暖的小鸡，这根本就是一位脾气暴躁、执掌烈火的小祖宗。”他们转身就跑，互相踩踏，连滚带爬地逃向冰冷的走廊。林娇离得稍微远一点，但也遭了殃，她半边的头发被撩光，头皮被烫起了一层大泡，发出令人作呕的焦臭味。朱雀在空中盘旋了一圈，傲娇地落回我的肩头。我端起火锅喝了一口汤，暖胃，然后看向瘫在地上的林娇和还在惨叫的辅导员。滚！我轻声说，门框已经被烧化了，但这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从今天起，这扇门就算敞开着，也没人敢再跨进半步。极寒第3天，气温跌破零下60度，宿舍门大敞着，门框焦黑扭曲，没人敢靠近，楼道里死一般的寂静。偶尔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几声呻吟。林娇没跑掉，她也没力气跑了，她瘫在门口的角落里，像一坨被遗弃的垃圾。而她怀里的那条冰魄神蛇正在发生异变。太冷了，这种极端的低温，连冰属性的幼年神兽都扛不住了。它需要热源来维持活性，需要能量来净化抵御严寒，而这里唯一的热源就是林娇。小兰，松开，求求你！林娇的声音微弱，她的脸色已经是青紫色，脖子上勒着那条晶莹剔透的冰蛇，冰蛇的身体已经嵌入了她的皮肉，不是在取暖，是在融合。她正在汲取林娇体内最后一丝生命力和余温。林娇看向我，眼泪刚流出来，就在脸上结成了冰珠。江宁，救我！看在是有一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坐在椅子上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林娇，那是你选的神蛋啊。”我语气平静，像是在跟老朋友聊天。你说它比我的煤球高贵，说它能给你带来福气。既然是神兽，当然要和主人同生共死，这叫血脉相连。林娇绝望了，她开始疯狂地去抠脖子上的蛇身，指甲抠断了，鲜血流出来，血腥味彻底刺激了冰蛇。它那双阴冷的树瞳猛地收缩，嘶！冰蛇张大了嘴，一口咬在了林娇的大动脉上，不是吸血，是注入寒毒。林娇发出了最后一声惨绝人寰的叫声，那是灵魂被冻结的痛苦。她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结晶化，从脖子开始，蓝色的冰晶迅速蔓延，脸颊、胸口、四肢，我好恨。最后，她保持着那个伸手向我求救的姿势，彻底变成了一座栩栩如生的冰雕，透明的，蓝色的，还能看到里面凝固的血液，美得妖异，也惨得惊心。冰蛇松开了口，心满意足地盘踞在冰雕的头顶。它借助林娇的生命献祭，进化了，体型暴涨了1倍。原本灰暗的鳞片此刻流淌着幽蓝的寒光，变得更加坚硬锐利。它仰起头，吐着信子，空气中传来冰层碎裂的声响。那双毫无感情的树瞳死死盯上了我，准确地说，是盯上了我肩头的朱雀。它刚刚吞噬了宿主，现在的它极度渴望吞噬相反属性的火种，来完成最终的蜕变。多么纯粹的火灵！一道阴冷的声音直接钻入我的脑海，那不是人类的语言，而是灵兽独有的意念传音，带着令人作呕的贪婪。虽然幼小了点，但正好给本座润润喉。吞了你，我就能褪去这身蛇皮，化作蛟龙。冰蛇高昂着头颅，语气中满是强者对弱者的施舍与轻蔑，仿佛朱雀已经是他盘中的点心。朱雀停止了进食牛肉干，他缓缓咽下最后一口，优雅地用翅尖擦了擦喙，随后才懒洋洋地抬起眼皮。哪来的腥臭味？一个稚嫩却清亮的声音响起，虽然听起来像个几岁的孩童，却透着一股源自远古血脉的无上孤傲。区区一条靠吃死人肉才长大的长虫，竟敢直视本尊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朱雀浑身的红羽瞬间炸开，不再像个受惊的刺猬，更像是一轮即将爆发的小太阳。他微微昂首，那眼神不是在看敌人，而是在看一坨弄脏了地板的垃圾。跪下！他发出了充满威压的厉喝，这种从骨子里透出的蔑视，显然激怒了进化后的冰蛇。一山不容二虎，更何况是一条急于化龙的毒蛇和一只尚未成年的神鸟，不知死活的小麻雀。我会把你的骨头一寸寸冻碎！冰蛇怒极反笑，盘踞在林娇的尸体上，身体弓起，杀机毕露。宿舍里的气氛紧绷到了极点，一方阴冷森然，脸上写满了乍富后的不知天高地厚，另一方却气势逼人，那种高高在上的压迫感仿佛与生俱来，双方僵持不下，随时都会动起手来。冰蛇化作一道幽蓝的流光，直取我的咽喉，他想先杀宿主。朱雀刚欲喷火拦截，突然轰隆一声惊天巨响，仿佛天崩地裂，宿舍墙壁瞬间崩碎，一辆改装后的重型铲雪车竟直接撞破3楼墙体，巨大的机械臂带着碎石狠狠砸入屋内，烟尘四起。车上跳下3个全副武装的男人，胸口赫然印着暴徒帮的黑色骷髅标志，领头的光头带着热成像仪，狂热地指着朱雀，找到了 S 级热源反应，抓活的，这是无限能源。砰！一张闪烁着蓝色电弧的特制极寒补网瞬间照下，
朱雀为了护我，硬抗一击，滋滋的电流声中，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哀鸣，红光暗淡，摔落在地。哈哈哈，这畜生归我们了！光头狂笑逼近。另一边，冰蛇盘踞在断裂的机械臂上，本欲趁火打劫，却见另外2个暴徒举起液弹枪对准了他，还有条长虫一起动了做标本，极致的低温喷射而来。冰蛇灵活闪避，他突然扭头看向网中挣扎的朱雀，空气中忽然响起冰蛇嘶哑的意念传音：真狼狈呀！杂毛鸟！朱雀一边被电得浑身颤抖，一边愤怒地回怼：闭嘴！这网有古怪，死长虫！别看戏了，先联手弄死这群人类！我的本源火种分你一缕！冰蛇树瞳微微收缩，显然动心了，随即冷哼一声：我不稀罕你的火，但我讨厌这些虫子抢我的猎物。别废话，攻网的节点！朱雀厉笑，哼！下一秒，冰蛇不再针对我，而是猛然张口，一道极致的寒息精准喷在那张困住朱雀的电网连接处，咔嚓！特制网在极致温差下变得酥脆。破！朱雀趁机爆发出最后一口烈焰，冰网炸裂成粉末，一红一蓝2道光芒同时冲天而起，并在空中交汇。冰蛇悬浮在朱雀身侧，寒霜与烈火在这一刻竟奇迹般地共存。左边那个光头归我，冰蛇吐着信子，杀意沸腾，他的血是热的。右边2个归我，朱雀羽翼重燃，杀气腾腾，我要把他们烧成灰。前一秒的宿敌，此刻并肩而战。击！朱雀金瞳爆闪，浑身羽毛瞬间炸起，金焰在大气中滋滋作响。嘶！冰蛇猛地直立起身子，鲜红的信子吐出，将水泥地腐蚀出一个黑洞，一红一蓝，极致的灼热与森寒在人群中疯狂绞杀，气浪掀翻了一切，残肢与灰烬齐飞。上一秒的嘲笑场，此刻已沦为修罗炼狱。我负手立于腥风血雨中心，冷眼欣赏这场单方面的屠杀。怪物！光头吓得瘫坐在地，手里的麻醉枪掉在地上。在那神圣的金色火焰面前，人类的科技显得如此可笑。朱雀低头，那双燃烧的黄金瞳里没有任何怜悯，只有高高在上的审视。他记得这几只蝼蚁刚才竟敢亵渎他的羽翼。脏！一道稚嫩却充满威严的声音直接在众人脑海中炸响。他轻轻扇动翅膀，动作优雅得像是在掸去身上的灰尘，无数根火焰羽毛像审判的流星雨一样落下。光头和他的手下甚至没来得及求饶。南明离火之下，众生平等，防寒服融化，皮肉气化，不讲道理的物理毁灭。角落里的冰蛇来看着满地灰烬，眼里发出一声凉凉的嘲讽：粗鲁，毫无美感。朱雀听罢，发出一声清越的冷哼，他甚至懒得正眼看蛇，只是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火线，顺便将最后一点残渣烧尽。闭嘴，长虫！朱雀收拢翅膀，体型迅速缩小，变回那只神俊的红色幼凤，落回我肩头。他高傲地扬起下巴，斜睨着地上的冰蛇。再废话，连你一起烤！冰蛇丝毫不惧，它化作一道蓝光，瞬间缠绕在我的手腕上，如同一个精美的冰蓝玉镯。它吐了吐信子，散发出一股透骨的寒意，回敬道：你可以试试，蠢鸟，看我不冻住你的嘴。一火一冰，针锋相对，2个都傲得没边，谁也不服谁，却偏偏极其和谐地占据了我的一肩一腕。我站在火海中心，左边是极致的烈焰，右边是刺骨的极寒，但我只感觉到无尽的安心。我笑着摸了摸肩头的朱雀，又碰了碰手腕上的冰蛇。行了，2个祖宗，少吵2句。他们同时把头扭向一边，异口同声地在意识里回了一句：哼。就在这时，楼下传来了密集的引擎轰鸣声和枪声。突突突！暴徒帮的大部队来了，几百号人围住了宿舍楼，2辆改装坦克的炮口正在调整角度。无线电里传来嚣张的喊话：楼上的，交出神兽，否则把楼炸平！我走到破碎的墙边，居高临下地俯瞰着下面的人群。风很大，吹起我的头发。肩头的朱雀眼眸骤亮，手腕上的冰蛇也在此刻弓起了身子。哪怕面对千军万马，这2位的眼里也只有被打扰了兴致的不爽。朱雀，冰蛇，看来有人想把我们炸平。冰蛇吐着信子，眼中蓝光大盛。我要那2个铁壳子，其他的归你。朱雀轻蔑地梳理了一下羽毛，一个不留，全杀了。10分钟，仅仅10分钟，暴徒帮引以为傲的精锐部队全灭，地面上到处都是焦黑的痕迹，连积雪都被烧成了沸水。我没理会远处楼洞里惊恐的目光，从暴徒首领的尸体残渣里翻出了几块晶莹剔透的金核。朱雀飞下来，嘎嘣脆地嚼碎了一块火红色的金核，还打了个带着硫磺味的饱嗝。就在这时，我手腕上一阵冰凉蠕动，冰蛇慢悠悠地探出头来，发出一声嗤笑，粗鲁，简直毫无美感，把蠢鸟就是蠢鸟，只会用蛮力。朱雀一听，原本鲜亮的羽毛瞬间炸了起来，他歪着头，眼底火光跳动，你也配教训本尊？再废话，信不信也把你烤成蛇干？你可以试试。冰蛇冷哼一声，正好我缺条围脖，看你这身红毛还算凑合。好了，闭嘴！我无奈地打断了这一鸟一蛇的日常拌嘴。这2个家伙自从那一战后，
关系虽然好了不少，但骨子里的傲慢谁也不服谁，见面就得掐。我随手将一颗淡蓝色的冰系晶核丢给冰蛇，它张口接住，吞咽的动作优雅至极，吃完还不忘点评一句，马马虎虎，勉强能塞牙缝。你……朱雀刚要喷火，被我一把按住脑袋，塞回了口袋。这里动静太大，不能久留。我盯上了暴徒帮留下的那辆完好无损的重型基地车，这是他们的指挥车，全防弹，带独立发电系统，简直是末世里的移动堡垒。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。我跳上驾驶座，熟练地启动引擎，冰蛇顺着我的手臂滑到了副驾驶的仪表盘上，盘成一坨冰激凌的形状，慵懒地说道：“喂，那个玩火的，去后座待着，别把你那一身燥热带过来，影响本座休息。”朱雀直接落在了后视镜上，傲慢的回击：“爷就爱待这儿，嫌热，你自己滚去冷冻柜里冬眠，那里适合你这种阴湿的生物。”咔咔，车轮压碎了冰层，重型基地车冲出废墟，身后幸存者们冲出楼房，跪在冰天雪地里，对着我磕头，哭喊声撕心裂肺：“火神，那是火神，救命啊！带带我们！”冰蛇透过挡风玻璃，眼中只有漠然。这群两脚兽真是吵死了。朱雀难得没有反驳，他梳理着羽毛，冷冷道：“就是没必要浪费能量。”我冷笑一声，脚下油门踩到底，末日先杀圣母，带上他们那是找死。我只要我的2只神兽。车子驶入茫茫雪原，将那些哭喊声远远甩在身后。滋滋，这里是西方白虎，征召所有神兽宿主。昆仑折叠空间开启，苏醒。我的手猛地一顿，车身在大雪中晃了一下。西方白虎，那个传说中视为昼明为夜的神。车内的气氛瞬间凝固了，刚才还在互怼的一蛇一鸟，此刻却同时停止了动作。冰蛇直起了上半身，树丛中第一次流露出了凝重。西方白虎，那个老怪物居然醒了。朱雀也不复刚才的嚣张，麻烦了，那家伙要是睁开眼，这世道恐怕就不只是下雪这么简单了。2只向来傲慢的神兽同时露出了忌惮的神色。我握紧了方向盘，看着前方无尽的风雪，难道这才是末日真正的开端？离开城市100公里后，预感成真了，但形势却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。原本空旷的茫茫冰原上，突兀地横亘着一支军队，那不是普通的幸存者队伍，他们穿着清一色的白色外骨骼装甲，在雪地中列阵整齐，枪口一致对外，杀气腾腾。而在队伍的最前方，并没有什么神圣的祭坛，只有一个坐在王座上的男人。这男人身下骑着的，正是一头足有2层楼高的巨兽。那巨兽通体雪白，背脊上覆盖着黑色的条纹，浑身散发着锐气。每一次呼吸，鼻孔里喷出的白雾都在空气中凝结成细小的冰霜。无需介绍，那就是传说中的西方白虎。前方止步，那个男人开口了，声音经过扩音器传遍冰原，冷硬如铁：“交出朱雀，饶你不死。”又是来抢劫的？不对，这人身上有军人的气质，但眼神却充满了贪婪，那是想独占天下的野心。凭什么？我摇下坚固的车窗，冷冷地看着他。凭我是白虎宿主，天命之子赵战。男人拍了拍身下的白虎，吼！白虎发出一声咆哮，恐怖的音波席卷而来。我的基地车挡风玻璃虽然是防弹的，但此刻也出现了如蛛网般的裂纹。朱雀怒了，同为4象神兽，这只病猫竟敢吼它！鸡！朱雀直接穿透车顶飞了出去，迎风暴涨，化身5米长的火焰神凤。火与金的碰撞，气势上朱雀竟然丝毫不输，但是一交手我就发现了问题。朱雀还只是幼年期，哪怕吃了几颗晶核，也才刚刚开始发育，而那只白虎显然已经吞噬过大量的高阶变异兽，甚至是其他的神兽。它是成年体，哈哈哈！你的鸟还没长毛呢！赵战狂笑，他操控白虎一跃而起，巨大的虎爪带着金属光泽，狠狠拍向朱雀。朱雀喷出烈焰，但赵战一挥手，无数废弃的汽车残骸从雪地里飞起，组成了一面巨大的铁墙，挡住了火焰。虎爪撕裂了铁墙，也撕下了朱雀几根羽毛。朱雀痛呼一声，被打落在地。乖乖做我的奴隶吧，我要集齐4象，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赵战眼神癫狂，我心疼的滴血，但我没有慌。我看着那满地的金属残骸，脑海中闪过5行深刻的道理。火克金，朱雀之所以打不过，不是属性不行，是火力不够集中，分散的火烧不动厚重的金。但如果是激光呢？我通过心灵感应，疯狂地联系朱雀。朱雀，别大面积喷火，压缩，把所有的火焰都压缩到嘴边的一点，把它当成一把焊枪，烧穿他的脑袋。朱雀听懂了，他从雪地上爬起来，不再漫天放火，他收敛了所有的气息，全身的红光都汇聚到了他尖锐的喙上，那一点光芒亮得让人无法直视。赵战以为朱雀没力气了，大笑着指挥白虎扑上来补刀。结束了。就在白虎扑到面前的瞬间，朱雀不退反进，它像一颗红色的子弹，直接撞向白虎的眉心。红莲爆，轰！一朵妖艳的火莲在白虎头上绽放，脑浆沸腾，白虎惨叫一声，巨大的身躯轰然倒塌。
赵战因为灵魂连接断裂，狂喷一口鲜血，从虎背上摔下来。他指着我，满眼不可置信。我走过去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天命之子，你的猫死了。我抬手一枪，结束了他的痛苦。朱雀飞下来，开始贪婪地吞噬白虎尸体散溢出的庚金之气，它的羽毛边缘多了一层金色的锋芒。现在它是金火双属性的神凤了。吞噬白虎后，朱雀陷入了沉睡进化。我整理赵战的遗物，发现了一份绝密档案。原来所谓的末日，真的是昆仑神山折叠空间开启的前兆。地球正在灵气复苏，而极寒是因为那只名为煮酒阴的古神正在苏醒。档案里提到，还有青龙和玄武的宿主已经占据了昆仑山的入口，他们想要集齐四象，打开神门。打开神门，我看着档案冷笑，是想拿我去当祭品吧？档案的最后一行小字写着：开启神门，需四象之血祭祀。赵战想杀我，也是为了取血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去看看到底是谁祭祀谁。朱雀醒了，这次它没有变大，而是变成了一只巴掌大的红雀，停在我肩头。但它的眼神变了，深邃内敛，透着一股王者的霸气。走，去揍他们。这一次他们不再需要我翻译，彼此眼中的战意已经沸腾。我发动基地车，目标西北昆仑。3天后，我抵达昆仑山脚，这里已经被2股庞大的势力封锁。一方是盘踞在东侧冰谷的青龙盟，首领是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林霄，他的青龙能操控植物与寒冰，正奴役幸存者挖掘遗迹。另一方是龟缩在西侧防御工事后的玄武卫，首领是个冷艳女人叶冰，他的玄武拥有绝对防御，没人能打破他的乌龟壳。我的出现打破了平衡，朱雀的高温让两方警铃大作。林霄主动示好，笑容温和。火神阁下，昆仑结界需要极高温度才能融化，不如我们合作。事成之后，新世界的资源平分。叶冰虽然冷着脸，但也默许了。我知道他们在撒谎，但我假装单纯，拍了拍朱雀的头。好啊，我这人最喜欢助人为乐。朱雀翻了个白眼。我们跟着他们走向结界核心，那是一扇巨大的古老的青铜门，门上刻着4项缺一的凹槽，周围的空气冷到连氧气都快液化了。林霄停下脚步，推了推眼镜，露出了獠牙。到了，请火神发功吧。我命令朱雀喷火，灼烧结界冰墙。就在这时，无数带刺的冰藤蔓从地下爆起，缠绕住我的基地车，也缠住了我的手脚。叶冰同时发动重力场，死死压制住朱雀的行动。对不起了，林霄狞笑，手里拿着一把匕首走过来。开启神门不仅要火，还要4项宿主的心头血。白虎死了，就拿你来凑数。你的血应该很烫吧？周围埋伏的数百名异能者齐齐发动攻击，我被困在藤蔓里，动弹不得。但我看着林霄，突然笑了。林霄，你算盘打得不错，可惜你数学不好。你知道白虎是怎么死的吗？林霄一愣，我从怀里掏出那枚吞噬白虎后凝聚的庚金之核，直接塞进了嘴里。不对，是喂给了早已通过心灵感应准备好的朱雀。朱雀加餐了。被压制的朱雀突然暴起，一口吞下金核，火界金饰，威力暴涨10倍。怎么可能？双属性！林霄惊恐尖叫。我挣脱束缚，一脚踹在他胸口，把他狠狠按在青铜门的凹槽上。要血是吧？用你的！林霄的血喷涌而出，染红了青铜门。那门没开，那些古朴繁复的青铜纹路开始蠕动。他在喝血，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肉质感取代了金属的光泽。林霄还维持着那个献祭的姿势，期待着新世界的入场券。下一秒，天地倒转，大地没有震动，而是传来了一声沉闷至极的心跳。咚！我脚下的冰层瞬间粉碎，那扇高耸入云的青铜门缓缓向上掀起。那根本不是门，而是一层布满鳞片的眼睑。门后没有堆积如山的物资，也没有神明的赐福，只有一颗眼球。煮酒阴是昼，明夜吹为东，呼为夏。这老怪物根本没睡在地，我们就站在他的脸上。他醒了，那只巨眼完全睁开的瞬间，物理法则失效，绝对零度，视野所及，所有的色彩被瞬间抽离，只剩下死寂的灰白。那些青龙盟的精英，玄武卫的铁桶阵，连惨叫的资格都被剥夺。我亲眼看着那个不可一世的凌霄无声无息地崩解成一堆冰尘，飘散在空中。不远处的叶冰，那个号称拥有绝对防御的女人，撑开了一道墨绿色的玄武光盾，仅仅1秒，光盾炸裂。她引以为傲的乌龟壳在古神的注视下脆得像张湿纸巾。她向我伸出手，嘴唇微张，那个口型是救。随后她化作一座晶莹剔透的冰雕，咔嚓一声碎了一地，全灭。整个昆仑山口几千条人命还没那只眼睛眨一下来的值钱。寒意顺着脚底板直冲天灵盖，我感觉血管里流的不再是血，而是冰渣。怕吗？我问了一句。肩头那团快要熄灭的小火苗猛地跳动了一下，像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。怕你大爷！稚嫩且暴躁的声音在识海炸响。老子是南明离火，这世上能让我怕的东西还没出生呢。紧接着他话锋一转，冲着我手腕上的冰蛇咆哮道：喂，那条死长虫，老子今天要玩命了！
你还要装死到什么时候？真想给这大眼珠子当点心。手腕上的冰蛇一道清冷慵懒的声音罕见地插入了我们的对话，吵死了。蠢鸟，没有，我替你兜底，你那点破火先把这小子烧成灰了。虽然嘴上互相嫌弃，但他们的动作却有着令人心惊的默契。朱雀彻底疯了，他没有逃，反而在这绝对的死地中彻底引爆了自己的本源晶核。那只原本只有巴掌大的小红鸟瞬间化作一颗搏动的烈阳心脏，一头撞进了我的胸膛，给老子燃起来！轰！金红色的烈焰以我为中心疯狂爆发，那不是普通的火，是朱雀透支生命换来的万火之源。恐怖的高温瞬间气化了周围100米的坚冰，实质化的南明离火在我体表凝聚成一套流淌着岩浆纹路的战甲，我的血管在那一瞬间几乎要爆裂。朱雀的力量太狂暴了，这是要拉着我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打法。朱雀，不要！我声嘶力竭地吼道。这只傻鸟甚至想除了我一起烧成灰。就在意识即将断片的刹那，一股极其精纯的寒流顺着左臂逆流而上，霸道且不讲理地钻进了心脉，没有温吞的试探，直接便是绝对的极寒管控。真是欠了你们这2个祖宗的！脑海里响起那个清冷慵懒的声音，带着十分的不耐烦。那条平时只会盘在手腕上装死的冰蛇，此刻终于肯干活了。幽蓝的光华并没有去扑灭朱雀的火，那样只会让我因为冷热对冲而当场爆炸。它极其聪明地化作了一层隔热层，死死护住了心脏和大脑这2处要害。外焦里嫩，我现在就是个活体熔炉。朱雀负责添柴，冰蛇负责护住炉膛不崩。这对平日里互相看不顺眼的冤家，在这生死关头倒是配合得天衣无缝。谢了，我咬着牙，喉咙里喷出的气都带着火星，右手虚握，掌心的空间因为高热而扭曲。朱雀那暴虐无序的火焰，在冰蛇的寒气逼迫下被强行压缩拉长，火焰由红转金，最后化作一道近乎白赤的等离子长刀，刀身周遭缭绕着紫金色的雷霆。那是朱雀吞噬白虎后获得的一丝庚金杀伐之气，力量充盈，前所未有的强大，让我甚至产生了能一刀劈开这昆仑山的错觉。我抬头死死锁定了那只悬在天际的浑浊巨眼。朱雀在石海里疯狂叫嚣，声音兴奋地变了调，上，捅他，给爷把这大灯泡捅瞎，我看他还怎么瞪人。冰蛇则冷静得多，注意看，眼球左侧3寸，往那砍，一击毙命。收到！我咧开嘴，露出一口森白的牙齿，背后那对由南明离火凝聚的双翼猛然一震，空气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爆鸣，整个人如同一颗逆流而上的流星，顶着那足以冻结灵魂的黑色风暴，发起了最后的冲锋。风雪在脸上割出口子，瞬间又被高温愈合。距离拉近，那只巨眼似乎察觉到了蝼蚁的冒犯，瞳孔微缩，一股更恐怖的精神冲击以此为中心碾压下来。但我没停，手里那把汇聚了冰火双神兽之力的长刀光芒暴涨100丈，老东西刚起床气性就这么大。我双手握刀，借着冲势高高跃起，身形在巨大的眼球面前渺小如尘埃，却亮得刺眼。时代变了，大人，今天我就请你闭眼。很好，极热有空调，极寒有暖炉，这才是生活。山下的欢呼声变了调，恐惧退去，贪婪就重新爬上了他们的脸。几千号人乌泱泱地往上涌。火神大人，冲在最前面的是个穿着破烂西装的男人，之前跪得最标准，现在跑得也最快。他满脸堆笑，那笑容里藏着算计。您救了大家，就是新世界的王，我们愿意追随您。对，追随火神，请火神分配物资，我们要吃饭，我们要取暖。口号喊得震天响，我看着这群人觉得好笑，这就是人性。前一秒还在求活命，后一秒就要谈分配。他们看我的眼神不像是在看救世主，更像是在看一只待宰的肥羊。追随，我轻笑一声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把还没吃完的牛肉干，撕开包装。那个西装男咽了口唾沫，眼珠子死死盯着那块肉。大人，既然是王，就有义务照顾子民，这昆仑山的物资义务。我嚼着牛肉干，含糊不清地反问。下一秒，我左手微抬，去，让他清醒清醒。一直懒洋洋缠在手腕上的冰蛇早就听得不耐烦了，他没动，只是把那一对树瞳转向了西装男。咔嚓，没有前摇，没有特效，那个西装男保持着伸手的姿势，整条右臂直接碳化，那是被极度深寒瞬间抽干水分后的坏死。他甚至没感觉到疼，直到看见自己的手指断裂坠地，惨叫声才后知后觉地冲出喉咙。人群喧嚣戛然而止。搞清楚状况，我咽下最后一口肉，拍了拍手上的残渣，慢条斯理地站起身。头顶那轮新太阳洒下的光辉，在我身后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，正好盖住这群人的脸。我救你们，是因为那只大眼珠子挡了我的路，顺手而已。至于物资，那是我的战利品，谁伸手，我就剁了谁的爪子。人群开始后退，恐惧重新占领了高地，但在饥饿面前，总有人想赌一把。你不能这样！一个女人尖叫起来，怀里抱着个孩子，
你有这么大本事，垄断资源就是犯罪，这是全人类的遗产，道德绑架。我笑了，朱雀，我在脑海里喊了一声。天空之上，那轮金红色的太阳微微波动了一下，紧接着，一只只有麻雀大小的红色光影从天而降，落在我的肩头。那是朱雀留下的分身，虽然没有本体那般毁天灭地的威能，但用来烧死几只蚂蚁绰绰有余。小红鸟正在梳理羽毛，听见这话，金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暴力。鸡，哪来的苍蝇，吵死了！它张嘴吐出一颗火星，真的只有米粒大小的一颗火星，它轻飘飘地落在那个女人脚前的空地上。轰！大地塌陷，一个直径5米的岩浆坑凭空出现，高温气浪直接把前排的100多人掀飞出去，头发卷曲，眉毛烧光。那个叫嚣的女人瘫坐在地上，看着距离自己脚尖只有1厘米的岩浆翻滚，裤裆瞬间湿了一片。还有谁想谈谈全人类的遗产？我环视四周，没人敢说话，连呼吸声都变得小心翼翼。滚！我吐出一个字，人群连滚带爬地向山下逃去，生怕晚1秒就被扔进那个岩浆坑里当燃料。世界清静了，我转身走向那2具被我遗忘的尸体，凌霄和叶冰。人死了，但东西还在。4项金盒，我有白虎和朱雀的，剩下2颗。虽然宿主是个废物，但这金盒却是实打实的好东西。我在一滩冰蓝色的碎渣里翻找了一会儿，摸出一颗墨绿色的菱形晶体，那是玄武的不动如山核心，触手沉重，仿佛拿着一座山峰。扔给冰蛇，给你当零嘴。冰蛇嫌弃地嗅了嗅，土腥味太重，难吃，不过勉强能补钙。他张口吞下，身上的鳞片顿时多了一层厚重的质感。至于青龙的那颗木细晶核，我看向不远处那堆已经化为朽木的藤蔓，一颗翠绿欲滴的珠子静静躺在泥水里，周围的野草因为它的辐射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长，那是生机。我捡起来，没给任何人。走吧，我把还在充当暖宝宝的煮酒阴抓起来，塞进上衣口袋。这老东西身体僵硬，抗拒地扭动着，别乱动，不然拿你喂鸟。基地车已经被之前的战斗波及，外壳坑坑洼洼，但核心引擎完好。我拉开车门，坐进驾驶室，真皮座椅上还残留着之前的余温。发动引擎，去哪？冰蛇的声音在脑海里响起，带着一丝刚吃饱的慵懒。我看着远方地平线上那座若隐若现的废墟城市，回家，顺便去收点房租。这世道，既然当了神，那就得有个神的样子，比如建个只属于我的神殿，最好带恒温泳池的那种。如果说极寒是物理攻击，那现在的融雪期就是魔法伤害。离开昆仑山不过50公里，我的重型基地车就陷了3次，曾经坚硬如铁的冻土层化成了一锅烂粥，这种粘稠的黄泥浆子简直就是载具的坟墓。轮毂卷起的不是雪花，而是像强力胶一样的泥巴，糊满了挡风玻璃。太脏了，爷的羽毛都灰了。尖头的朱雀分身暴躁的跳脚，它现在是全息投影般的存在，根本沾不上泥，但这不妨碍它那个洁癖发作。闭嘴，再吵把你塞排气管里去。我猛打方向盘，车身在泥潭里横移，险险避开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溶洞，底盘传来令人牙酸的摩擦声。这路况比跟煮酒阴打架还累。口袋里的煮酒阴探出一个小脑袋，那张人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幸灾乐祸的表情。愚蠢的人类造物，还不如我的一根脚趾头好用。你有脚趾头吗？我冷冷地对回去。他噎住了，愤愤地缩回口袋，但我感觉胸口一烫，这老东西在用体温抗议。车内的气温有点高，冰蛇为了对抗外面的热浪，把自己盘成了蚊香状贴在空调出风口，整个车厢前半截像冷库，后半截像桑拿房，冷热空气在中间交汇，车顶一直在滴水，跟下小雨似的。警告，右前方发现不明飞行物。车载雷达突然亮起红灯，我扫了一眼屏幕，不是变异鸟，那玩意的雷达反射截面太规则了。我也没踩刹车，反而一脚油门轰到底，基地车咆哮着冲上一个小山坡，视野开阔处，一架黑色的三角形无人机正悬停在半空，没有螺旋桨，是反重力引擎，机腹下挂着的不是摄像头，而是一根还在充能的枪管。这造型绝对不是那群还在玩泥巴的幸存者能造出来的。一道红色的激光束直接烧穿了雨幕，直奔我的轮胎而来，想逼平我，找死！我没动，左手腕上的冰蛇甚至连眼睛都没睁，只是随意地甩了一下尾巴。车窗外的水汽瞬间凝结，一面晶莹剔透的冰盾凭空出现，精准地挡在激光路径上。噗！高温激光打在冰盾上，只留下一个小坑，白烟散去，冰盾纹丝不动。玄武晶核带来的防御加成，让冰蛇现在的防御力硬得离谱。打下来！我命令道。尖头的朱雀早就按捺不住了，看爷的！他张口，一道金色的火线喷射而出。那无人机显然没想到反击来得这么，想要拉升高度，但它的速度在光速面前就是个笑话。火线擦过机翼，没有爆炸，因为那一侧的机翼直接气化了。我踩下刹车，基地车停在那个还在冒烟的残骸旁，跳下车，脚下的泥浆漫过脚踝。我走到残骸边，用脚尖把那个还在闪烁着蓝光的黑盒子踢翻过来。
鸡身上印着一个银色的标志，一只睁开的眼睛被齿轮咬合。深地观测所，我眯起眼睛，上一世直到我死都没听说过这个组织，看来是我死得太早，或者是这一世的蝴蝶效应把这群藏在地底下的老鼠给扇出来了。那架已经报废的无人机突然发出声响，摄像头转动，对准了我的脸。扩音器里传出一个经过处理的机械音，冷漠，高高在上。编号 A1， 目标确认，持有高能生物反应，交出生物样本。深地研究所将给予你新人类居住权。哈，我被气笑了。这年头，抢劫都说得这么清新脱俗了吗？样本，我指了指肩头的朱雀。你是说这只？又指了指手腕，还是这条？最后拍了拍口袋，或者是这条虫子？全部。机械音毫无波澜，反抗即抹杀，抹杀我。我弯下腰，脸凑近那个摄像头，露出了一个极为灿烂的笑容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上一个想杀我的人，现在坟头草都已经被烧成灰了。我抬起脚，咔嚓，合金打造的摄像头在我的靴底变成了废铁片。那铁疙瘩里的人说话真难听，能烧了吗？朱雀有些不满地啄了啄我的衣领。当然，我转身回到车上，既然有人送上门来找死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无人机的信号源离得不远，看来回家的路上还能顺手发一笔横财。据说这种深埋地下的避难所里都藏着好酒和软床。我刚挂上当，前方浑浊的洪水突然炸开。既然有人送上门来找死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无人机的信号源离得不远，看来回家的路上还能顺手发一笔横财。据说这种深埋地下的避难所里都藏着好酒和软床。我刚挂上当，前方浑浊的洪水突然炸开，4台足有3层楼高的黑色机甲破水而出。他们不是用履带，而是用巨大的机械足站立，浑身散发着冷冽的金属光泽。每一台机甲的手臂上都挂载着重武器，左边2台拿着喷火器，右边2台扛着冷冻炮。显然，这群老鼠研究过我，针对性很强啊。目标锁定，执行清除程序。4台机甲同时抬起手臂，有点意思。我点燃一根烟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尼古丁的味道让我的神经兴奋起来。正好拿你们试试新招。我拍了拍口袋，老竹，别睡了，干活。那4台机甲显然没把我放在眼里，也是在他们的数据分析里，我这辆基地车也就是个稍微硬点的乌龟壳。开火！扩音器里的命令刚落，2条火龙和2道冰霜射线交叉着向我绞杀而来。这群人很聪明，知道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，想直接崩碎我的防御。若是以前，我或许还要避一避，但现在我连方向盘都没动。口袋里的煮酒音不情不愿地钻了出来。他现在虽然失去了神体，但那种操纵规则的本能还在。他张开嘴，对着窗外那漫天的公鸡轻轻吸了一口气，嗡，空间诡异地扭曲了一下。那些原本气势汹汹的火焰和冰霜，在距离车窗半米的地方突然停住了，不是被挡住，是被暂停了。那片区域的时间流速被煮酒音强制放慢了无限倍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幅静止的油画。火焰的纹理，冰霜的棱角，清晰可见。还愣着干嘛？老子撑不了多久。煮酒音在我脑海里气急败坏地吼道，他现在的能量少得可怜，这一招时停简直是在透支他的老命。够了！我推开车门，跳了下去，脚踩在泥浆里，但我没感觉到脏，因为一层淡淡的青色光芒覆盖在我的战靴上，那是青龙金河带来的生机之力，连泥土都在这股力量下变得温顺。主动托起我的身体，我像个幽灵一样穿过那片静止的能量风暴，走到第1台机甲面前。那驾驶员隔着厚厚的防弹玻璃看着我，眼神里全是见了鬼的惊恐。他想扣动扳机，想操纵机甲后退，但在他的感知里，我的动作快得像是一道闪电。其实我不快，是他变慢了，太脆了。我抬起手，按在机甲粗壮的液压腿上，体内的南明离火不再是那种狂暴的喷发，而是像流水一样，顺着我的掌心渗入机甲的内部。精细法则，掌控金属，解体。我轻声念道。哗啦，这台造价可能过亿的战争机器在瞬间崩解，每一个螺丝，每一块装甲板，每一根线路都像是失去了粘合剂一样自行脱落。那个驾驶员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发现自己连人带座椅光溜溜地坐在了泥地上，周围全是散落的零件。他发出一声短促的疑问，下一秒冰蛇动了，他甚至没离开我的手腕，只是对着那个驾驶员吐了一口寒气。那人瞬间变成了一座惊恐的冰雕。剩下3台机甲终于反应过来了，他们慌了，数据分析里没这一条啊，这不科学，撤退，撤退，目标极度危险。他们想跑，机械族疯狂搅动泥浆，引擎发出过载的轰鸣，跑得掉吗？我打了个响指，原本被煮酒音定住的那团冰火能量球突然失去了束缚，轰！能量反噬，巨大的冲击波直接将中间那台机甲掀翻在地，而剩下的2台还没跑出10米，就被一道从天而降的金光贯穿了座舱。那是朱雀，他嫌我动作太慢，直接本体发威了。虽然只是分身，但那也是神火。
机甲的外壳像蜡烛一样融，里面的驾驶员连惨叫都没发出来，就直接气化了。4台机甲不到1分钟全灭。那个深地研究所的第一次试探以惨败告终。我走到那个还没死的被掀翻的机甲旁边，驾驶舱门被炸开了，里面的驾驶员被安全带勒得满脸是血，正哆哆嗦嗦的想要去拿手枪，我一脚踩住他的手腕，骨裂声清脆悦耳。闭嘴！我蹲下身，看着他那身做工精良的白色制服，告诉我，你们的老鼠窝在哪？那人咬着牙，你死定了！研究所不会放过你的，我们有式神武，是神武。我挑了挑眉，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条还在喘粗气的煮酒阴，在手里晃了晃，你看，这可是真正的神，现在不也被我拿来当打火机使？那人的瞳孔剧烈收缩，他认出来了，那是传说中的烛龙，他的世界观崩塌了，就在地下，入口在东京，他崩溃了，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坐标报了出来。我满意地点点头，谢了，起身，转身，身后传来冰层蔓延的声音，冰蛇很懂事的帮我清理了尾巴。回到车上，我心情不错，那个坐标位置就在我要回家的必经之路上。既然他们这么热情的送了快递上门，那我不去回访一下，实在是不礼貌。而且据说那个研究所里有全世界最顶级的净水系统和无土栽培基地，我的新神殿正好缺个菜园子，坐稳了。各位，我挂上档，基地车发出一声咆哮，碾过那些昂贵的废铁，向着东方疾驰而去。尖头的朱雀梳理了一下羽毛，眼神睥睨，口袋里的煮酒阴翻了个身，继续睡觉。手腕上的冰蛇吐着信子，依然高冷。这一车妖魔鬼怪，但我却觉得这就是我的家，不管前面是什么深地研究所，还是外星人基地，挡路者死。